GN 打给后，欢迎来到去你的元宇宙。我们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带你快速认识一个项目，并且给它打分数。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熊市中逆流而上 FUD 事件后浴火重生、技术屡屡创新的项目 Azuki。这集内容非常的丰富，一定要看到最后。这个影片会带给你最完整的介绍，我们的看法、大咖厂家、资深玩家分享，还有这次也新增投资 PFP 版本的评分依据，跟之前收藏品的角度评分不太一样。有兴趣了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推文串。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Azuki NFT 的总量有10000个，其中最被大家推崇的就是细致、细心、不违和的美学，所以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浓浓的亚洲文化，尤其是从小就接触日本动漫的亚洲族群都认为 Azuki 比起别的 PFP 更能作为自己的数字身份。我们在整理这集的时候也观察到 Azuki 设计上有很多的巧思，真的是完美的搭配。以下会介绍几个我们整理出来的特点。它的服装真的非常多选择，完美的融合各种不同的文化，街头感的吉他、滑板、皮衣、头巾，富有日本文化的玩偶装、和服、狐狸面具、扇子，还有现在流行的 hoodie、耳机、棒球帽、比基尼、牛仔外套、墨镜等等，可以说是每个细节都顾虑到了。再来是受欢迎的人气特征，有 spatial 特效的、纯金配件等，手上有元素特征的，其中又分成土、水、火、电4大元素。我们在里头发现了李小龙同款的 Yellow Jumpsuit， 以上是我们观察到大家会愿意溢价购买的系列。Azuki 是除了 BAYC Punk 以外能够屡屡创下高价的 collection。接下来我们将介绍 Azuki 系列中的 Top Tier， 目前的价格都落在200以太坊左右。第一种是只有97个非常稀有的灵体 Spirit， 社区成员还组成了 Spirit DAO。第二种是元素套装组，就是手持元素背景特效也刚好是同种元素，看起来就是绝配。第三种是纯金的玩偶装，在 NFT 世界金的就是贵。Blues 的大部分的 NFT 失去了特征溢价，让 NFT 的不可替代性受到非常大的削弱。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依旧能看到许多 Azuki 被用高额的差价卖出，表现得非常亮眼。Azuki 团队不算最早的 NFT 项目，但持续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也对 NFT 圈带来很大的影响。接着会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 Azuki 的大事件。首先我们先来到2021年末，他们在11月16日发布了第一部宣传动画，马上就引起了市场关注。接着来到2022年1月31号 Azuki 正式发售。最令 NFT 圈惊喜的是他们开发了 ERC721A 合约，让买家大幅降低了 gas fee。 Azuki 团队也秉持着 Web3 的开源精神，让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个合约。事隔2个月来到3月， Azuki 团队将编号40的代表人物 Bob 碎片化，希望 Bob 的未来发展可以交由社区治理。不止这样，在3月31号还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实体活动，请来 Wiz Khalifa 演出之外，还藏了大惊喜。在活动中直接空投 Binks 小红豆。从这次活动之后 Check Your Wallet 就是 Azuki 官方在空投给用户奖励的专属社区咒语。接着4月份，他们宣布和 NASA 还有 SpaceX 合作，将碎片化的 Bob Token 放在冷钱包，搭乘火箭送上国际太空站，成为了第一个上太空的 NFT。2022的5月是 Azuki 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创办人之一的 Zagaban 自曝曾经参与过3个项目，但都以不好的结果收场。这场灾难当时让 Azuki 的地板价一路从30以太坊跌到8以太坊，这就是 Azuki 著名的黑历史事件。除了危机处理 FUD 风波之外， Azuki 团队在6月份 NFT NYC 也举办了一场超有代入感的实体派对。7月份也与华语贴王周董合作，打造专属的 Azuki 头像。时间来到10月份， Azuki 团队又宣布一项创举，虚拟结合实体的 PPT 技术，并且用这个技术打造奢华的精华版，让厂家竞标，再度引起大大的关注。又一次完美让新技术华丽登场。关于这个技术跟精华版后面会再做介绍。不止这样，他们还推出 Azuki 厂家的资料页面，可以根据你达成的任务领取徽章，展示你的 NFT， 有点类似解锁成就的感觉。这个机制也增加了大厂家继续 hold 住的意愿。时间来到今年1月， Azuki 团队再次捎来新的消息，推出 Hilumia， 它有点类似 Azuki 生态系的主页面，其中隐隐约约透露出 Azuki 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有点像精美版的路线图的感觉。紧接着宣布和中国最大的影视平台哔哩哔哩合作，可以在上面验证 Azuki 头像。今年4月，官方又宣布 Binks 跟 Livefriend 的合作，在冷清的熊市引起大量的讨论。对应之前 Zagaban 曾经在 Twitter 发表过2023会是 Azuki 大放异彩的一年，显得耐人寻味。另外 Azuki 团队也以创新的开发技术闻名，前面有提到的 ERC721A 大幅降低 gas fee， 后期比较大的项目像是 Moonbird、Doodles、Artifact、哥布林、艾迪达都是采用这个合约来发行。
另外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 PBT Physical Bag Token， 这是一个让实体物品可以拥有链上的数据，将这个晶片放入实体商品中，手机扫描就可以转移这个 token， 这些代码也全部都是开源的。简单来说， PBT 让实体的商品可以有着像 NFT 一样辨别真伪以及链上验证所有权的特点。那究竟 PPT 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 Azuki 团队在当时推出含有 PPT 的精华版来做竞标，竞标到的买家可以透过扫描实体精华版在链上证明所有权。 Azuki 团队也给这样的 PPT 持有者一个非常有炫耀属性的特效，而且每个精华版扫出来的都有不同的属性，特效也不同。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可以跟 Senkusha 的 founder， 同时也是精华版持有人之一的 John 来聊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花303颗以太坊标向精华版，当时的价格大概是48万美金，也就是1500万台币。对他来说，精华版是由虚转实的第一个物品，所以非常有价值，这也是他砸重金购买的理由。虽然同样的价格买 Spirit 可能会比较有流动性，但是因为非常看好 Azuki， 所以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持有精华版。他也讲到会喜欢 Azuki 是因为非常喜欢动画，动画是可以带动回忆情绪的，而目前市场上最有标志性的动画 NFT 非 Azuki 莫属。以要做项目的角度来看，他认为 Azuki 的品牌定位就是 Build Up Share Only Skater of Web3， 就像是潮流品牌在做的事。当时所有 NFT merch 都要持有者花钱购买的时候，然后 Azuki 也正经历 FUD 事件，他们马上宣布空投实体的横须贺外套要给持有者，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做工非常的细致。接着 Azuki 跟 Ambush 共同推出含有 PBT 的实体商品，让好玩的程度更上一层楼。比如说扫帽 T 侧边的小豆可以获得不同属性帽 T PBT， 那它们又分成不同的稀有度，所以这样未来在卖实体帽 T 的时候，如果 PBT 是黄金的，那整体价值就更高了。之后他们又免费推出渔夫帽给 Bobu Token 的持有者， Azuki 发行的 merch 给持有者带来非常多的惊喜。Azuki 能找到与他们目标族群 match 并且制造话题的合作对象，周杰伦、哔哩哔哩、小红书的合作完全掌握了华人市场，在大部分由欧美人掌控的 NFT 板块中， Azuki 变成了最能与亚洲玩家共鸣的项目。和锐步车队合作并创造虚拟赛车手类，也让品牌跟 Azuki 的合作有了一个新的范例。Live Friends 的合作就不用说了，有使用 Line 的绝对不会低估这强大的 IP 合作潜力。不止这样，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展现满满的细节，像是 Azuki 官网上面的 A 里篇章，背景常有小巧思，常有这个招牌点进去是中本常在比特币论坛上面的发文，其他留给你们自己去点点看。网站上面画廊这边 Azuki 有黄金模式可以切换，并且有可爱的自拍模式。也因应 NFT 玩家喜欢把 NFT 头像弄得更丰富，所以他们也提供网站让持有者的 Azuki 跟 Binks 可以合成一张 PFP， 省去自己制图的麻烦。来看这篇贴文，影片里面的手机时间是9点41分，他们也选在他们所在时区的9点41分发布。还有这个 Azuki 的刺青特征，刺青是他们自己的合约地址。最近非常火爆的佩佩冥币，他们也空投给持有青蛙特征的 Holder 佩佩，虽然少少的，但非常用心。我自己最佩服的就是不放过每个小细节，把东西做好做满的团队了。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找到的 Azuki 小细节。关于团队的部分啊，可以从 Churi Lab 官网上面看到 Azuki 有5位共同创办人，大多具有大型科技公司啊、游戏公司的相关背景，所以有着非常丰富的实作经验。那从目前 Azuki 官网上面可以看到，核心成员增加到了14位，阵容也是非常的坚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5月，他们也宣布请三丽鸥总监瑞来当顾问，那他是 Hello Kitty 的幕后推手。除此之外啊，他们也从 Azuki 社区 Twitter 上面招募人才，像是在 NFT 里面非常知名的内容创作者 Will、Elena 都是团队成员之一。那从挑选团队上面可以看出来，他们知道在 NFT 世界里要多方位的保持声量，还有高质量的产出。我们也邀请到担任 Azuki Mod 老豆子来分享。当我们问到 Azuki 跟其他社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认为拥有原生社区加上经历过巨大的 FUD 才是最重要的亮点。他也分享在 Azuki 的 Discord 里面有专属的 OG 群组，就等于说你卖掉 Azuki 也可以在里面当家人，这也是巩固原生社区的重要因素。他还分享了一个数据， Azuki 社区内有 50% 在北美，亚洲占了 35%， 其他在欧洲地区。可以发现亚洲社区其实蛮强大的。最后他特别提到，在 Azuki 社区内有些人没有 Azuki， 但为社区付出非常多，所以有一天就被空投一个 Azuki 或是 Binks， 可能从官方或是社区这样的故事发生很多次，这也是他认为 Azuki 社区是最强大的原因。
我们也有跟852 Garden 香港社区的核心成员 Goldie 聊过，他也跟我们分享前阵子有举办 Azuki 社区的聚会，气氛很好，活动也非常多人参加，还有香港 Holder 跟海外 Holder 上台表演合作的 rap。香港社区未来会更注重在 IP 上面的发展，像是周边啊或是 fan art 等等。在推特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很酷的 Azuki 啤酒，于是我们也请到了 Johnny Hazel 跟我们分享。他们说其实 NFT IP 还不够大，大到可以有市场影响力，但他们认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发挥空间，所以他们从他们喜欢的物品着手，也觉得 Azuki 跟酒类风格很搭，所以很适合出现在各种派对。他们希望每个拿着 Azuki 酒的人都可以记下这个开心的时刻，记下 Azuki。除了地域性的社区外，还有非常多的大鲸鱼持有者，像是 Last Night， 他的现实世界身份是有名的富商郑志刚，他也曾经在社群表示他是 Azuki 的信仰者。还有在 Azuki 社区里面非常知名的 Spirit DAO 里面聚集了所有社区中的鲸鱼持有者，这些鲸鱼持有者对整个 Azuki 社区也是稳定军心的一大指标。提到鲸鱼持有者，我们找了华语圈最知名的 DeFi 专家区块先生来分享，因为他也持有不少的 Azuki 跟 Binx。他说一开始因为朋友推荐而买了15只，最多的时候是50只，现在大概剩下15只，想说留着等发币。自己认识的大户买 Azuki 的原因主要都是以投资为主，理由是 Azuki 有接受风投融资，也有发币的预期，然后有潜力成为下一个 BAYC。市场上面对于 NFT 项目接受 VC 的融资都有许多负面的想法，但区块先生认为 Azuki 是公司 ，Yuga 也是公司，最后这些都需要 VC 的钱，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比较不会因为项目失败而非常伤心。比起散户，他们更有能力去承担这些亏钱的风险。再来就是接受不同的 VC 对于项目未来的发展也会不同，比方说如果是被 LVMH 投的话，可能 Azuki 就会出现在某个 LV 的包包上，所以他觉得接受 VC 的钱是重要的。最后他也分享他最喜欢的一只 Azuki 是编号1652，因为自己喜欢蓝色，那这只是唯一一个蓝头发、蓝和服、蓝眼睛，再加上抽烟看起来也蛮酷的。接着进入到资深玩家的分享，首先是 Nami 讲，他说 Azuki 是很有情绪的，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风格也是他喜欢的，不过他建议大家一定要选丑的，不然最后会舍不得卖掉的。再来是 Heman， 他表示会购买 Azuki 是有发币的预期，因为是行业第二，币值估计不会太低，他建议大家买地板附近就好。样子的话，背景红的比较显眼， Azuki 红如同法拉利红。接下来3位玩家都是因为喜欢日本文化动漫而被 Azuki 吸引的。Rich 表示当时觉得荷兰拍很屌，就跟风入手，因为太喜欢了，在高点也舍不得卖。Sam 表示当时只知道 BAYC， 加上自己热爱动漫，不过身为男生，当时开图的时候是男生，马上换成女友系的 Azuki。JW 只是觉得开图前的设计红豆加闪电很帅，自己偏好干净一点的图，也表示对 Azuki 热爱的程度可以当成永远的 PFP。上面分享了那么多内容，最后来到打分数的部分。这次我们的评分标准分成超重要、重要、加分条件3个部分来评断。超重要条件只有一项，就是综合行销能力，这个部分满分10分，然后我们给9分。重要条件包含了炫耀力度、社区 vibe、团队能力、都山在一起能力等等的因素，每项5分，那总共是12项，满分是60分，我们给了57.5分。加分条件共15项，每项2分，满分是30分，这边我们给了23分，所以总分是89.5，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顶级蓝筹。评分多少都有主观因素，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评分标准来思考自己是否有了解自己购买的项目到底具有多少的优势以及劣势。我们在做这集影片的时候真的偏辛苦，因为我们都没有持有过任何的 Azuki Binx， 所以这次找了非常多资料，也采访了蛮多人，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内容让大家去思考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购买这个 PFP， 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虽然最后我们看完影片的脚本也觉得好像讲了 Azuki 非常多的好话，但是再重申一次，我们并没有持有任何 Azuki， 所以如果想要 airdrop 给我们 Azuki Binx 的话也都可以哦，开玩笑的啦。好，回来认真模式。由于影片长度有限，这次也会有 Azuki 的文章，会把受访者的详细内容都整理起来放在 Notion，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最后，非常感谢这次提供帮助的所有好朋友，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以及留言给我们支持，下次见，拜拜。